提起孙权，你可能会想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这是曹操对早年孙权的评价。那时的孙权确实英明神武，就算在面对曹操时，也是胆略过人。历史上最能打的文人辛弃疾曾说道：“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但晚年的孙权却毁誉参半，以至于向来以客观公正著称的晋朝史官陈寿都表现出了对孙权的不满，只不过表现得极低调又微妙。在《三国志》中，曹操和刘备去世时都被他冠以天子专用的崩卒，而孙权则仅仅称之为诸侯所使用的薨。吴国史官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闪烁其词，也使得后世对孙权诸多的所作所为众说纷纭。孙十万等一系列调侃的外号也随之而来。那么历史中真实的孙权究竟是何种面目？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口气看懂孙权的神秘一生。从公元182年在下邳出生，至公元252年病逝，孙权终年71岁，共在位24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大为谥号的皇帝，也是三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公元182年，孙坚正在下邳县担任县丞。这一年，孙权出生。孙坚在跟随朱俊征讨黄巾军的时候，孙权便与家人一起被留在了九江郡寿春县。到了公元189年，时任长沙太守的孙坚起兵响应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孙权便跟随长兄孙策迁居到了庐江郡。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官二代，但孙坚却在孙权9岁的时候战死。孙权也只能住到了舅舅吴景的家中，接受母亲吴夫人的教育，直到其兄长孙策起兵渡过长江，击破刘繇之后，孙权才被接回了曲阿。孙权为人性度宏朗，人而多断，崇尚侠义，喜欢蓄养贤才，渐渐地开始与父兄齐名。为什么说早年的孙权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先通过他打的几场战斗来看。公元196年，15岁的孙权便被任命为了阳县的县长。当哥哥孙策与袁术翻脸以后，孙权以1000人的兵力成功地击退了袁术发动的6县山贼。虽然此战是因为周泰死战不退，从而激励起了士兵的斗志才得以取胜，但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面对这种大场面，成为孙策的后盾，足以见得他的能力。在随后的几年里，孙权跟随兄长孙策讨伐庐江，进军沙县，收复庐江、豫章2郡，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心智。公元200年，孙策被许贡门客行刺而去世，临终前将江东的未来交到了19岁的孙权手中。而此时孙策刚刚统一江东不久，内部政治错综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庐江太守李树，本来在孙策手下时那是服服帖帖，但唯独对孙权没有好感，竟然公开反叛，想要归附曹操。还好此时的曹操正忙着与袁绍交战，无暇兼顾。宗室内部的庐陵太守孙府也通敌曹操，孙皓更是企图夺权，豫章、会稽等地的数万山岳也伺机作乱，但初掌政权的孙权却应对得十分得当。周瑜和张昭这2个辅政大臣更是率群僚列而辅之，先是率军消灭了李树、屠宛城、扬刀立威，之后阻止了宗室的动乱，灭山岳6000人，收编万余。待外部因素肃清以后，孙权开始广招贤才，名士诸葛瑾、鲁肃、陆逊等豪杰被招至麾下，这同时也安定了地方大族及兵旅际遇之士的心。在江南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孙权用了5年的时间，3次进攻江夏郡，最终击杀了杀父仇人黄祖，并收获了一员大将甘宁，告慰了孙坚的在天之灵。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征，在大败刘备之后，写信劝降孙权。信中说道：“今治水军80万众，方与将军会列于吴。”要知道，此时的孙权也仅仅只有27岁。面对双方如此巨大的实力相差，再加上江东看似一边倒的主和派，孙权还是能够冷静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事实证明，他的选择还是对的。实际上，曹操的兵力
只有从中原带来的士兵15万，加上收复原刘表的兵力8万，总计应该在20余万左右。而且曹操的军队内部还存在着磨合度不足、疾病蔓延、不善水战等不利因素。孙权在兵力派遣方面也耍了一个小心眼，他答应给周瑜精兵5万，实际到账人数只有3万，还派遣了老将程普前去牵制周瑜。如果周瑜战败或者背叛自己，孙权还有一定的兵力可以另图他谋。刘备这头有幸存人马1万人，再加上刘琦的士兵共计2万余人，所以赤壁双方投入的兵力其实并不多，总计应该在30万上下。赤壁之战的结果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赤壁之战胜利后，孙权携大胜之余威，出兵进攻合肥，并派张昭攻打九江郡的当涂县，但这2路兵马都没有什么收获。从此合肥也成为了孙权的眼中钉和毕生的痛。公元209年，周瑜在与曹仁相持1年多的时间后，终于拿下了江陵，并提出了图谋益州、软禁刘备、2分天下的设想。但此时孙权的一系列操作却让后来人对历史中周瑜的死有了不同的见解。首先是孙权既批准了周瑜提出的2分天下的计划，又采纳了鲁肃维护孙刘联盟、将江陵借予刘备的建议。其次是心胸宽广，常有小乔常伴左右，官场情场都处在春风得意状态下的周瑜，却在回江陵的路上突然死在了巴丘，年仅35岁。这就不得不让后人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孙权产生了质疑。周瑜的死也标志着以孙策为代表走扩张路线的东吴已经不复存在。周瑜死后，孙权改变了对刘备、曹操势力的扩张。公元210年，孙权挥师南征，将天下13州里最偏远荒凉的胶州纳入了东吴的版图，并听从谋臣张宏的建议，将治所迁至秣陵，修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还修筑了濡须坞来防御曹操的南侵。公元213年，平定了马超、韩遂的曹操欲报赤壁之仇，再次南征。孙权以7万之兵在濡须坞击退了曹操号称40万的大军，才使得曹操给孙权点了一个大大的赞，留下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好评。到目前为止，孙权的33年生涯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在濡须坞之战中，孙权还上演了史实版的草船借箭，但在这之后，孙权的一系列操作却让后人对他的印象大为转变。先是与刘备因为讨要荆州的问题剑拔弩张，以吕蒙为将，连下长沙、贵阳、零陵3郡，大战一触即发。幸亏曹操于此时率主力西征汉中，刘备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才与孙权议和。但自此，孙刘联盟也走向了分裂的边缘。与刘备议和后，孙权兴兵10万，再次征讨合肥。惜字如金的《三国志》以浓墨重彩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战役。张辽的800勇士威震逍遥津，打得孙权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江东。张辽凭借着此次战役荣登5子良将之首，使江东的孩子们闻其名而止泣。而孙权自此喜提孙10万的称号，合肥成为了他永远的噩梦。公元219年，发生了另一件使孙权身价暴跌的事情。此时鲁肃已经病逝，孙刘联盟风雨飘摇。荆州守将关羽趁襄樊空虚之际，发动了襄樊之战。孙权以关羽擅取相关米为名，背叛孙刘联盟，命吕蒙出征荆州。吕蒙趁关羽不备，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地袭取了刘备统治下的荆州3郡，还擒杀了关羽。不仅如此，向来铁骨铮铮的孙权在此之后还派使者向朝廷进贡，做出示好的举动。无论是被张辽打出了阴影，还是荆州在战略位置上使孙权势在必得之地，总之后世对孙权的这一举动和吕蒙拿下荆州的做法都嗤之以鼻，名声尽失。公元222年，关羽被杀的怒火烧到了蜀国，刘备在称帝之后开始向孙权兴兵问罪。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在夷陵之战火烧连营，大败刘备。但夷陵之战并没有小说中兵力相差那么悬殊，只不过刘备败得体无完肤，才使得这场战斗被过于夸大。此战也确实稳固了吴国统治下的荆州疆土。
公元229年，孙权与武昌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孙吴王朝正式建立。同时下诏迁都建业，命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督管军国事务，驻守武昌，并在接下来的5年中2次进攻合肥，但均无功而返。公元241年，太子孙登去世，孙权的3子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孙和及鲁王孙霸之间却因储君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朝中大臣亦分为2派。可能是因为孙权子嗣众多，不怕后继无人。公元250年，孙权废孙和，赐死孙霸，改立孙亮为太子。2年后，孙权再到南郊祭祀天地后，便得了风疾驾崩，终年71岁。